大家好，嘟嘟又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炒菜脯肉碎，這料理鹹香下飯，香氣十足，是非常經典的家常配飯神器，越吃越上癮，是一道超級下飯的靈魂家常菜。首先，將爐開低火，再將菜脯100克倒入乾炒，選用甜或鹹菜脯都可以，完全按個人喜歡。若擔心菜脯偏鹹，可先用清水沖洗1到2遍，再擠乾。菜脯是醃製發酵食品，本身帶有一點悶味或生醃味，翻炒後會釋放出獨特的鹹香與發酵香，味道從平變成香，整道菜層次立刻提升。炒香後，再將蒜末30克加入一起拌炒均勻。菜脯通常含有一定水分，如果直接下鍋混炒，容易出水，會影響肉碎的香氣。先炒可以讓菜脯變乾，微微焦香，口感更好。可以把菜脯炒到微微金黃邊，香氣最足。如果喜歡更香，可以加一點點油，慢慢煸。舅舅這個是少油做法。炒香後的菜脯盛起，擱置一旁備用。原貨不需清洗，倒入食用油2大匙，加入肉碎，中火快速翻炒，炒至顏色變白，微微出油，盡量炒散，口感更好。肉碎也要炒乾一點，香味更濃，更下飯。炒肉末不要一開始就加太多調料，尤其是醬油之類，太早加會出水，肉變老。建議肉炒到7、8成熟再調味。一直炒到微出油最香。當你看到肉開始微微出油，顏色變深一點，這時候香味最濃，這時候可以調味了。沿鍋邊淋20克料酒，讓酒氣揮發，帶走肉腥味。再加入生抽10克，白糖5克，加一點點糖，不是甜，是提鮮，讓肉更圓潤。胡椒粉3克，甜黑醬油適量，增添一點色澤，看起來比較誘人。口味比較重的朋友，可以再適量加點鹽。最終效果你會看到肉末油潤發亮，而且不乾。這時候再加入炒香菜脯，倒入切好的菜脯粒，中火繼續翻炒，讓菜脯與肉融合，炒出香氣，約2到3分鐘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！是的，這道菜脯肉碎真的特別鹹香下飯，而且香氣十足，是非常經典的家常配飯神器。讓它稍微貼鍋底，會有一點點焦香，整道菜更有層次。起鍋前再加入點紅、青、新鮮辣椒末，快手翻炒即可離火。第一口入口，最明顯的是濃郁的鹹香味。菜脯經過炒制後，帶着微微的脆感和獨特的發酵香氣，瞬間把味蕾打開。緊接着是肉碎的油潤與鮮香。兩者融合得非常自然，不會覺得膩，反而越吃越香。當你咬到紅辣椒和青辣椒時，會有一絲輕微的辣感和清新的焦香，剛好中和油脂，讓整道菜更開胃。配上一碗熱騰騰的白飯，每一口都特別滿足。對，我吃了一大碗飯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是的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一起來做開花香蕉發糕。各種發糕，舅舅已經做了很多次。可是還是有部分朋友掌握不好，所以舅舅調整過食譜，加了一點新元素，希望想跟着做的朋友一次就能成功，用來拜拜、早餐、下午茶，甚至派對都能派上用場。這可以。來嘍，要開始了。香蕉去皮後，淨重200克，先搗成泥狀。捣成泥狀後，再倒入一個較大料理盆中，細砂糖100克，這甜度適中，不建議再減糖量。200毫升牛奶，不能攝取牛奶的朋友可用清水替代。接着再稍微拌一拌，
舅舅今天用的是這牌子的自發麵粉，它比一般麵粉來的細緻、穩定，不能買到的朋友只能用中筋麵粉替代了。50克粘米粉，讓口感上綿密一些，吃的時候不掉渣。加1小时泡打粉，讓麵糊更穩定，發糕會開花開得更美。好了，將所有粉料拌勻後，擱置幾分鐘，讓麵糊自行乳化。取出20克蔓越莓乾，過一下清水，瀝乾水分後，再用廚房紙巾吸乾水分。然後再剁幾刀，稍微剁細就好。這蔓越莓乾可以用葡萄乾替代，加一點，吃了一點酸酸的，很解膩，年輕人會比較喜歡。好了，在麵糊內加入50克植物油，一般煮食用的葵花籽油、玉米油都可以，只要味道清淡的都行。將油拌入麵糊內，最後再將備好的蔓越莓乾加入，拌勻。這香蕉發糕麵糊就完成了。這時候蒸鍋裡的水記得預先煮開。廚房新手們可用個擠花袋將麵糊裝好，後續會比較好操作。最終麵糊是這濃稠度，不能太稀，太稀成品開不了花。8公分直徑，3公分高，可重複使用鋁製模具6個。用這種耐高溫小碗也可以，都墊上烘焙紙杯，在裝滿了麵糊的擠花袋尖端剪個孔，再將麵糊擠入，擠至9分滿。這麵糊沒加酵母，不會長發，麵糊不會溢出，這點大可放心。香蕉用勺子勺入，用擠花袋真的方便很多。家裡剛好沒擠花袋的朋友，不用買，用個乾淨的塑料袋就好，效果是一樣的。用根牙籤沾油，然後在生坯表面畫個十字，這樣成品會統一開花，不會隨意開裂。這生坯室溫下不會長發溢出，所以不用太急，可以畫美美。是的，蒸鍋裡的水必須煮至這般沸騰，將發糕生坯放上，蓋好。這食譜完成後共6個，這鍋子一口氣蒸6個有點冒險，太擠了，剩下一個另外處理。大火蒸20分鐘，時間到熄火，將鍋蓋直接打開。哇，超美的，還很香呢。很漂亮吧？待成品降溫後就好脫模散熱，避免底部沾滿水汽。因為事先已經畫了十字，所以每一個發糕都照着我們意願開花，所以想多開幾個花瓣就多畫幾條線吧。現在就請大家和舅舅一起來驗收成品吧。從發糕底部布滿小氣孔來看，就可以看出這糕體內部有多蓬鬆。舅舅掰開一個與大家分享。哎呦喂，感覺就好軟。是的，從糕體內部組織可看出，完全沒有大小不規則氣孔，整個發糕就像蛋糕一樣鬆軟綿密，很好吃。這是室溫下擱置了1晚上的香蕉發糕，因為會變硬關係，一般上都要重蒸才能享用。但是舅舅這食譜做法不會，大家看看，擱置1晚上後的發糕還是很鬆很軟，掰開後完全不掉渣，可以直接吃了。是的，你看再掰開還是一樣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這裡，希望舅舅有將做法說清楚。